面对盛由炙热的眼神，允秀缓缓移开视线，暧昧的气氛缓缓上升，两人静坐不语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剧 TV。今天我们接着看忧郁症第4集。教务主任推门而入，威胁盛由要是不写检讨的话，明天就会召开校园暴力委员会。允秀劝她大可不必把事情闹大，回家给男友看了照片，解释了缘由经过。男友火冒三丈，建议允秀辞职，并且告诉她，申副部长要担任他们婚礼主持人，准备事先在周末碰个面。允秀有点生气，她本来就讨厌正场，男友居然现在才告诉她。第二天，艺林演讲主题是人脸识别，并把草稿交给了允秀老师。张奎荣向盛由和允秀道歉，但是心里还是不服气。艺林妈妈找到了教导主任，旁敲侧击想抹黑盛由，教导主任却把获奖感言给他，让艺林好好背，冠军一定是艺林的，并且告诉他，允秀老师的用处很多，无论是教育还是政治。允秀男友带着允秀去见申副部长，艺林爸爸程民俊也在场。程民俊问起比赛的事，允秀看了艺林的演讲稿，觉得他的演讲稿是专家经手的演讲内容，完全不像高中生写得出来的水平。程民俊表示，艺林只是获得了别的指导老师的一点建议而已。饭局结束，允秀感觉很不自在，男友让她别对盛由太上心，因为程民俊早就打通内部国内的评委，指定冠军是艺林莫属了。允秀不认同这种不公平竞争，指责男友同流合污，但是男友在正场也身不由己。允秀来公园散心，盛由恰好路过，并给了她个雪糕，允秀心情好多了。盛由也决定好了演讲主题，并且明天准备去济州岛找资料，父亲让他必须拿第一。允秀看着为此努力的盛由，再想到这次奥林匹亚赛早已注定的结局，一阵心疼。允秀和盛由约定机场碰头，盛由暗搓搓带着第1集时的情侣包包，在外人看来，他们就好像一起去约会的小情侣。盛由心里甜滋滋的上了飞机，他没发现的是，艺林和他妈妈也上了这架飞机。他们到达济州岛，允秀开车载着盛由，阳光透过车窗，把允秀的脸照得不可方物，看得盛由心动。两人来到数学艺术博物馆，里面如同幻境，神秘又美丽。参观完博物馆，他们准备去下个展览。盛由拍了允秀，以前他喜欢拍和数学有关的艺术，现在还喜欢拍允秀老师，而且怎么拍都不厌其烦。盛由和他边逛展边说起那道没有解开的题，他去查了相关资料，发现这道题是允秀父亲的论文中拿来当辅助资料的证明。允秀之所以不让他迷恋那道题，是因为父亲发现那个证明中有一点缺陷，导致写了10年的论文全部告吹。他觉得喜欢的数学题值得被钻研，但是也不要把全部精力放在某个题上，人应该要自由一些。但是对于盛由来说，允秀老师就是让他沉迷的那道数学题，而且晚了，他现在已经完全移不开眼睛了。两人看完展览，一起听着歌，夜空澄澈，晚风暖暖，情歌荡漾，两人累了一天的身心都被治愈了。允秀不小心睡着了，盛由把允秀的头慢慢靠到自己身上，默默享受着这短暂的幸福。他就像偷糖吃的小孩，又小心又觉得甜。而这一幕被艺林看见了，他拍完照留证之后，赶紧带妈妈离开。他们去济州岛看展的事情被教导主任知道了，教导主任让允秀别太注重公平。允秀拨弄着教导主任送她的花，她偏要公平地培育花草给教导主任看。艺林找到允秀，允秀把改好的演讲稿还给艺林。艺林问她是不是喜欢盛由，允秀说自己只是羡慕盛由而已，因为盛由的数学天赋真的很高。她希望艺林不要太给自己压力，要把比赛当作庆典，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。盛由带着演讲稿进来，艺林马上离开。盛由演讲完毕，允秀夸赞他很棒，并给了他一块小石头，让他紧张的话就摸摸小石头。演讲比赛当天，他们3个提前到达会场，允秀让他们先随意逛逛。艺林一直以为他们在交往，所以很自觉地离开他们。允秀被校长和教导主任叫走了。盛由遇见自己以前的外国老师，两耳轰鸣。外国老师很高兴再次遇到这个天才，而盛由就不这么想了。他回想起了小时候，
所有人都说他特别，哥哥也因为嫉妒他的才华，甚至为此跳楼，给盛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。他不懂为什么自己的优秀造成哥哥的自杀。允秀和艺林跟校长等人打完招呼就离开了。允秀男友出来送他们，艺林根本不敢直视。在他看来，允秀不仅搞师生练海脚踏2条船，比赛快开始了，允秀却找不见盛由。他给盛由打电话，盛由哭着说自己做不到。突然，他被车牌的反光晃了眼，想起了允秀老师的话，忧郁症是指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，到达谷底，抛弃一起杂念，以前看不见的东西就会看见了。盛由灵感乍现，解出了之前解不开的那道题。允秀老师此时找到天台，把他塞进了准备室，权威教授和家长也在台下坐好。演讲正式开始，所有学生都才华横溢，观众看的也是心情澎湃。艺林本身英语流利，加上专家精修的演讲稿，惊艳四座。终于到盛由了。盛由的演讲主题是人工智能能否比得过人类？或许人工智能运算更快，甚至连围棋都能比得过人类，但这是因为这些概念是人类为它灌输的。让人工智能拥有创意和想象力是人类的责任，人类可以创造无限，因为无限就在人类的心中。盛由演讲完毕，看向允秀，他也可以创造出和允秀老师在一起的无限未来吗？盛由越陷越深，就像飞蛾扑火一样，明知没有答案，却还是无法自拔地靠近。忧郁症第4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